Hello，金牛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新。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抽牌，看一下金牛座朋友本月，也就是9月你们的能量运势。大众的运势解读仅供参考，请大家选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就可以了。大家在选取影片的时候呢，可以去参考自己的太阳、上升跟月亮星座。如果你对自己的星盘比较熟悉的话，可以去选择其他你星盘中能量比较集中的星座，比如说你如果有群星落在某一个星座，或者是你也可以去选择你的这个命主星所在的星座，你的天顶所在的星座。我们先来看一下金牛座本月的整体运势如何。我看到金牛座朋友本月你们可以去庆祝你们的一个阶段性的小小的胜利啊，或者是一个计划的完结啊。本月是一个可以去庆祝、可以去收获的这么一个月份。有些金牛座朋友可能是你事业上的一个周期的结束，你的某种计划得到了完成啊。有的金牛座朋友可能是在别的生活的方面，总之呢是某一个计划、某一个事件、某一个周期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这样一个状态，那你在这其中也收获了非常多，而且这种收获它很可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赚了很多钱，物质上的收获啊，又或者是家庭的这种幸福啊、稳定啊。那总之它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让你感觉非常美满、非常稳定、非常富足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有些金牛座朋友呢，可能摆脱了过去的一些束缚，一些这种旧有的习惯、旧有的模式，而获得了一种不管是自己行动上、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还是自己的内在的这样一种自由。对有一些金牛座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一个阶段性的减肥成功了，我戒掉了我曾经的这个坏习惯，那我现在成功的完成了这个计划啊。总之呢，本月的整体的能量场是一个圆满完成，收获很丰厚，可以去庆祝既有的圆满，然后也跟过去的这种束缚告别，取得新的这种内心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金牛座朋友本月的事业运势如何。我感觉这3张牌跟前面的牌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就前面是一个旧有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计划的结束，对旧有的这种模式的告别。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一组牌中间出现了2张代表新的开始的这样一个卡牌。我看到金牛座的朋友可能本月呢，你需要去信赖自己的直觉，实际上你是有很多的这种创意和灵感，而且这种不是一个理智上的，就是你自己内在的一种创造力，内在的一个直觉，它会指引着你有在事业上、在工作上有非常多的灵感和创意，有新的点子能够出来。但你可能有的时候呢，会自己不去相信自己的这种直觉，可能可以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的内在去做一个链接，比如说通过冥想啊，通过瑜伽啊，通过自己写东西啊、写日记啊，就这种往内求的这种方式，去跟自己内在的这种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去做一个链接，并且去信赖它啊。它可能不是一个理性的能量，但是它是有这种非常强大的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创造力在里面的。那本月金牛座其实也不缺一个行动力。你可能会有新的机会、新的方向、新的这种事业上的可能性，而你也有这个热情去尝试啊，去创造。所以本月其实金牛座在事业上是会有非常多的机遇的，可能也是承接前面的这种因为跟旧有的计划的完成和跟旧有的这种束缚的告别，其实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一旦我们跟过去的这种旧有的负面的束缚告别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人生中间其实有很多新的机遇在等待着我们。那本月呢，金牛座的朋友可能就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些新的机遇和新的可能性。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多的是要去相信自己内在的这种直觉的力量，它会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也会给你源源不绝的这个创意和灵感的源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金牛座朋友本月的情感运势如何。本月有些朋友可能在情感上会觉得自己看不清楚现状有可能是对自己内心的不确定，有可能是对对方对你的态度的不确定。那在沟通上和合作上呢，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和障碍，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
也有可能是双方的这种沟通上存在一定的阻滞。那太阳逆位也有可能是这个关系本身它是有很多光明的一面，可是金牛座朋友可能会更多的是去关注在负面的方面，而没有放开自己完全的去享受这个关系当中正面的部分，没有去允许自己的内在小孩去尽情的在阳光下去玩耍，去享受这个阳光。所以这2张牌都是有一些这种阻滞沟通不顺然后对现状不满或者是看不清楚这样一个能量存在。但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第3张牌它是一个代表快速推进的牌，那有可能是对某一些金牛座朋友来说，它可能是在我们月中或者月底的时候有一些突发的事件，让这个关系有一些迅速的升温，或者是有一些改变那也有可能它代表的是一种潜在的能量就是一旦我们懂得让自己的内在小孩释放出来，让自己更多的去享受这个关系一旦我们解决了沟通上的这些问题，合作上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的关系呢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月塔罗给到金牛座朋友的建议都有一些什么。那本月塔罗给到金牛座朋友的建议呢，一个是在你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可能注意一些平衡不要太冲动，也不要只考虑短期的利益，可能有些时候可以适当的慢一点，先理清一下自己内在自己的思路，去问一下自己内心到底要什么，然后再往前去前进。第二个方面呢，就塔罗会建议这个金牛座的朋友本月呢，注意去从过去的经验中间去吸取一些教训实际上本月整个金牛座整个的这个能量解读，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主题，就是过去某一个阶段的结束，过去束缚的解除，新的机会的出现，包括这个感情上也有一个这个权杖8，有可能会新的这种快速推进的可能性会出现，或至少是有这个潜力存在所以整个有一个告别过去，开启新的这种机会，新的创意，新的大门，新的可能性，这样一个能量在这里。但这2张建议牌呢又非常有意思，就是跟这个能量是相匹配的。就当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避免冲动避免去很草率的去做决定，而是要去回到自己的内心，去问一下自己真正想要去前进的方向是在哪里。而这个圣杯6它本身也是跟过去很相关的一张牌，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旧有的计划已经圆满完成了，旧有的阶段已经圆满结束了之后，我们会迫不及待的去开启一个新的旅程。过去结束了，新生活开始了，新机会出现了，可是建议牌呢又一下子把我们拉回来。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信息，就是我们过去的周期结束了，我们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就，但这并不代表说这个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它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有留下痕迹的。我们是可以从这个过去中间，从这个圆满结束的计划中间去学习，去汲取一些策略去借鉴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往前走的所以这张牌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有很多新的这个机会的出现，虽然我们的过去的这个计划已经圆满完成了，过去的项目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过去的这个成功里面去吸取经验，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往前走。那这个圣杯6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呢，就是与人分享所以金牛座的朋友也可以去慷慨的去跟别人分享，无论是自己的物质上的成就也好，还是说自己学习到的这些经验也好，都可以去跟他人去分享。这个是塔罗给到我们的建议，这种分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正面的，无论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喜悦，也有可能是一些实在的这种比如说交到朋友来，有新的合作机会来等等，所以很鼓励我们去跟他人去分享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成果，跟他人去分享我们成功的这种经验。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神谕卡本月给到金牛座朋友的这种自我关怀的具体的小建议，也同样是一张跟新的起点非常相关的牌。这张牌前面好像是天蝎座的朋友也有抽到这一张牌，很有意思。本月的2个固定星座的朋友都抽到这一张牌都是让你们虽然是固定星座，本身是比较有这种太固执、太
固步自封的倾向的啊，不是说所有的固定星座的朋友一定会这样，但是固定星座的朋友有的时候会容易有这样的倾向啊，所以本月很有意思，给到你们2个固定星座的朋友都是这样一张信息，就是去让自己向未知去开放啊，这跟前面的这个有的是项目结束、摆脱束缚、新的机会的出现、快速推进，跟这些能量都是一脉相承的。金牛座的朋友，我想本月可能整个是一个除旧布新，可以自由的去展望未来，并且能够去向前进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唯一注意一点的呢，就是把握好自己的节奏，把握好自己内心的方向啊，不要太冲动，以及呢，带着在以往的成功中间所学习到的这种经验和策略，去更好的计划我们的下一步。好，以上呢就是本月金牛座朋友们的一个运势解读，希望其中有一些信息对你是有所帮助的。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